德国现在汽车产业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所以这次瓦德福到中国大陆访问，可他没有讲说他要怎么样扮演一个和事佬，他到底是向中方施压，还是要向荷方施压？对中国大陆施压，中国大陆是受害者啊！我的产业被这个荷兰这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接管，这个是对所有外商投资来的一个噩梦。这个荷兰这一件事情，就我们看有关这个国际投资案例来讲，是极为罕见，而且发生在欧洲荷兰这个国家，经济部长在国会讨论这个案子，受到荷兰的国会议员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个把荷兰国家的名誉都搞坏了。好，科技方面还有一场半导体相关的战争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要说的就是安氏半导体之乱啊。中国大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最近表示，中方正在积极推动文泰科技尽快的和安氏展开协商，解决企业内部的纠纷。而最近几天呢，文泰科技向安氏提出了邀请希望对方能够到中国大陆一趟，针对企业控制权还有恢复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进行协商。不过，安氏半导体前首席执行官呢，他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他说，2019年中方企业收购了安氏之后，负责人就迅速开始策划这个将研发还有技术都转移到中国大陆。好，我们有一句话听过，叫破镜重圆，但是现在破镜难重圆，因为有裂痕了。争议之后，现在感觉中荷双方都是各怀鬼胎。现在究竟双方的盘算怎么看？我想第一个我们现在在一个世界就很复杂这个国安凌驾经济的世界但是事实上，本来先进国家需要便宜的产能，落后国家需要先进的技术，本来就无可厚非。但是世界现在就在走所谓的2个供应链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要赌中国技术的提升，事实上也有土法炼钢的方式，它可以不断的往上走。但中国大陆需要做的事情，就要把市场做大，所以让科技公司他会想要拉比本国政府，如果不卖的话，就太可惜。那这个事实上基本上就美中2个神仙打架。基本上这个中间的国家你不能跟着起哄，因为一起哄以后，等到美中谈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里外不是人。最终的结果就是科技是科技，市场是市场，最终它还是按照一个商业逻辑，最终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对，因为就事论事是说，如果在一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文泰也在声明当中他强调，他说呢，作为安氏半导体的合法控股股东，要解决当前冲突的前提就是恢复完整的股东权还有控制权。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拿回实质的这些控制权的话，安氏因为有了先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状况他们一定想接下来要想办法避免他们会怎么样能够采取一个相对的防守策略？第一个，当然商业行为本来就是股东控制权、有钱人的说话但是当你拿起这国安的大旗，或者说内部做摆烂，当然这些都可以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发生嘛但是去 manage 这个 situation， 第一个还是要掌握钱袋子，因为有钱掌握这个钱。第二个当然是最后永远是可以用合并的方式去漂白出场，最后总是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在股权上面，您觉得他未来会不会因为在股权的这个比例上面，会想办法他要来争取？商业行为上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控制权，你可以去发一些奇奇怪怪的股票去逮入你的投资人，但你也可以去拉比你的政府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这些都是违反商业行为、违反经济行为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美中2个神仙打架。最终到底真的是什么？那中国该做的事情就把市场做到全世界最大。你不卖过去，你就会很难过。那同样的东西，就是回到这中间的这些国家，不能跟着起哄，因为最终的行为钱最大。对，所以这次你看到安氏之乱我们说这个争议这荷兰有点里外不是人所以现在还在想办法处理这个烂摊子。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在北京。这个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外长瓦德福双方也针对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彼此交换意见。那王文涛表示说，当前最重要的，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这个安氏这件事情他说荷兰政府应该要停止不当行政干预，不要动不动就拿出国安的大旗尽快的稳定半导体供应链，防止引发全球汽车和消费品产业的风险。
而这个瓦德福呢，则表示说，德国愿意在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上面发挥作用，与中方一道来推动企业尽快找到长期又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德国跳出来了，现在好像要扮演这个和事佬。大使觉得德国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汽车工业现在拿不到足够的这个它也是车用遭电脑殃者是吧？对，因为很难找到替代品。是，因为你一个新的替代品，你光这个在达到这个试用得到安全规范要3年了。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在市场上了，已经被德国汽车产业普遍使用这些芯片，不是制造不出来，而是你很难拿到足够的法规，那冲击很大。得到法规同意，立刻让你就补充上去。所以德国现在汽车产业是如热锅上之蚂蚁。所以这次瓦德福到中国大陆访问，这是他负担的肩膀上的重任之一。可他没有讲说他要怎么样扮演一个和事佬，他到底是向中方施压，还是要向荷方施压？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中国大陆施压，中国大陆是受害者啊。明明的我的产业被这个荷兰这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接管，对，这个是对所有外商投资来的一个噩梦。事实上很多国家它都有签订投资保障协议，你的外资在你这边该国投资的话，你的政府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对这个资产加以接收或者没收那是有一定程序的。那所以就变成这个荷兰这一件事情，就我们看有关这个国际投资案例来讲，是极为罕见的，对，极为罕见，而且发生在欧洲荷兰这个国家，所以荷兰的这个经济部长在国会讨论这个案子，受到荷兰的国会议员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个把荷兰这个国家的名誉都搞坏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就是说，德国应该他会比较对荷兰施压比较重，因为虽然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概车用晶片都是在欧洲生产，可是问题它产品它的最后封装70%是送到中国大陆，在这个深圳的厂把它封装的。那中国大陆现在就对深圳这个封装完的成品做一个出口的管制。所以这次我觉得瓦德福他也基本上他也跟王文涛谈了一句话，谈过的。王文涛他说他非常重视德方的关切，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务之急还是应该要求那个荷兰政府对安氏公司的不当行政干预做出纠正，那么才能够稳定半导体的供应链。所以目前在这个事情看起来的话，好像的话，这个德国到北京去谈，应该他要跟北京这边来做某种的实力的展现，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荷兰的问题荷兰方的问题他能够解决。那如果他不能够解决荷兰问题，他要对中国大陆施压的话，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他怎么对荷兰这个想解决，怎么解决呢？那这个筹码很多像川普就是说 tariff 关税。对，那事实上相对来讲的话，当然荷兰也是一个很活跃的制造业跟这个贸易国啦。可是我觉得我曾经看过这个德国到荷兰的这个公路上那个连结车是真正全部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德国有很大一部分的出口是用到这个荷兰的比如说荷兰的鹿特丹或阿姆斯特丹的港。所以他在物流上面，我自己难怪他要挑出来做和事佬。我这个影响太大。事实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就认为德国这个荷兰的物流业可能对德国的依赖就很重。最近也听到这个荷方这边的经济大臣卡雷曼斯，他就出来打圆场，他说：“中方最近一连串的回应并不是当初荷方所预判最可能出现的情况。”那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料会酿成如此重大的状况但是就目前来说呢，就荷兰来讲，他们的干预计划已经达到了。他们希望做到传统晶片不依赖非欧供应商的目标。好，那当然荷兰呢，除了晶片以外，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一直也在节目当中讨论到艾斯摩尔这个光刻机艾斯摩尔的这个光刻机。所以从艾斯摩尔到现在谈的安氏，荷兰
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互动啊，或者我们说攻防上面，他们从这一课 Chinese lesson 上面学到什么？你觉得？就是回不到以前的情况啊，以前ASML 是非常有名和重要荷兰公司，机器是可以卖到全球，包含中国。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可以欢迎中资来入股本地科技公司，但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所以以后还是有，尤其是来自美国了，但是也是来自欧盟里头的这个压力。还是要跟中国保持距离，那有一些机器是根本不能卖到那边去。那另外根本以后不会让中国投资比较敏感的科技业去。这个也是一种你说不让中资入股这意思？对，就这个是除了美国还有英国西欧国家，这是一个趋势啦，以后不会让中资入股科技业敏感的科技公司是不可能。可是入股不入股，这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或者说公司方面在治理上？这个已经不是市场决定的，这个已经是政治决定的，所以每个国家都有相关的外资来投资的审核机制，而且最近几年这些相关的规范是越来越严格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荷兰、德国、美国、英国都已经做下决定了，所以不会回到以前的时代。就像刚刚安雅老师分析说这个国安大旗拿出来了啊，就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然后，因为你是律师嘛，那未来的话，在法规上面会不会制定的更严格？对中资来说是根本不可能以后投资科技，就是觉得可能性很小了，越来越低了。很小。尤其是如果是晶片或最新的科技之类，那根本不会过关了。不 OK， 科技的部分哦，也要来看的是安氏半导体的争议，大家原本以为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还在余波荡漾。这个火呢还在延烧。安氏半导体的荷兰总部指控中国大陆总公司拒绝沟通，说呢很多客户已经反映了，他们因此可能会要面临停产的困扰。那中方这边呢总部发表声明是否认，而且呢宣称说，在恢复生产以后，已经出货了74亿颗晶片，供应全球515家的客户了。那么文泰科技也反控说呢，这个旗下的安氏在欧洲业务部门啊，现在企图要打造一个非中供应链，规划要投入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扩建工厂。那另外呢，也企图在2026年年中以前要达到90%的产能移出中国大陆的内部目标。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后续，就是恢复生产是真的，出货也是真的，降低中国生产比重也是真的，无非就是为了去风险这个考量。可是破镜难圆哦，真的是回不去了，是这样吗？这个关系已经是这样子了，然后呢，未来的生态也开始改变了，怎么看？的确，现在是遇到一个困境。就虽然这个荷兰的经济部呢，他已经本来下达部长令，要求这个安氏荷兰在1年之内不得对知识产权业务进行任何调整。那这样的一个禁令他已经解除了，那表示荷兰安氏可以做知识产权业务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荷兰企业法院他也做了一个裁决，就是说暂停，就是安氏这个母公司文泰科技的创始人张学正先生呢，他担任安氏荷兰的职务，把它解除啊，而且呢，这个文泰科技持有安氏的这个股份呢，只剩下1股，其他交给第三方的托管，而且指派1名具有决定投票权的董事。那这样就会造成安氏荷兰跟安氏中国之间的一个冲突啊。那安氏中国，它这里都是它的出货，只要是在安氏的在中国的东莞这里是它主要的出货，它封装测试都在东莞这里来做运行。那荷兰呢，它是一个本来是安氏东莞的母公司，那这样呢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公司法知道，母公司当然有权控制子公司，对，母公司文泰，它当然有权去控制安氏荷兰子公司，天经地义的，对，是天经地义。对啊，那但是荷兰县法院把它暂停它的这个权利，所以这是违反我们一般的对公司法股东权利行使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了。这是荷兰政府。那荷兰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说，你刚刚讲要去风险化，我因为地缘政治关系，我担心安氏不出货给我欧洲的这些汽车所有的供应商，因为这个安氏的这个中低阶晶片是它用在汽车刹车系统、安全气囊还有电动车窗
这些都是汽车生产过程必备的，少一样，整个汽车生产线全部停摆。那他担心他没有办法掌握安氏东莞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量，所以他说那如果我没有办法掌握的话，那我干脆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现在半导体做得很不错，它封装测试也不错。那我在马来西亚再设一个厂的话，那我可以把我的产能移到马来西亚去。但是这绝非长久之计，因为你的股权是文泰科技，对，你这个怎么能解决你的问题呢？所以这个可能我相信中国跟荷兰之间还要做一个协商。那中国为什么不敢做更强而有力的一个报复措施呢？因为荷兰的 ASML， 它的这个光刻机是中国必要的。如果中国对它做出一个很强烈报复措施，那 ASML 的回复我相信也是非常强劲，了解，会造成中国半导体厂你都没有这个光刻机可以来使用，那你的半导体市场就会全部当掉。所以这就是保留了一未来的个空间在那边。对，这接下来的话，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做到最绝，可是呢，这件事情也凸显出了黄老师，我们请您带我们来看一下，政府是解决不了包括市场的问题啊，科技公司跟这个整个供应链的问题啊，但是现在我们讲回不去了，那回不去的话呢，接下来可是母公司还是有控制权啊，这件事情怎么了呢？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整个半导体已经变成政治完全凌驾于那个成本上的这个问题了。那你说文泰科技本身跟安氏之间这个恩恩怨怨，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记得我们上次聊到多级供应链这件事情是势在必行，一定会发生嘛。那只是说这一句说起来，这个公司的部分我不懂，但是我只能知道说，在接下来科技公司他们之间可能自己晶片，会用到车用半导体的公司，他们自己也要开始去寻求他们自己的退路了。不然光是压在安氏这边，我想未来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大，还是会被人家一样卡着脖子、卡着成本、卡着政治议题。那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整个科技公司局势的情况下，公司的事我还是老话一句，公司的事我不懂，但是其他有需求的人自己得去想办法，然后去跟其他有能力的人沟通，把东西去拉开。对，这恐怕也是欧洲企业这次始料未及的，就没有想到说这个政治的效应会如此之强，然后整个影响到了供应链啊，整个断供的话，你这个后面一连串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啊。那所以现在市场在那边，可是呢，未来会不会断链或者是脱钩，或者成为是两条不同的这个供应链？哈，现在大家也在看。那《金融时报》呢，在这个礼拜有一个报道。在26号礼拜三呢，他们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的固定资产投资啊，最近也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形。到10月底为止啊，年增率降了1.7%啊，这是数十年来罕见的负成长。而荷兰国际集团 IN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Lin Song 他认为说，北京在今年年中开始谈反内卷措施之后，使得公部门呢因此变得可能更加的谨慎。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啊，他们的资料显示，10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0.2%，那今年2到6月还有8月跟9月有超过半年的时间 CPI 的年增率啊都是呈现负值的情形。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像“15+5”呢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呢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所以接下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方针会是以防内卷为重，还是先想办法，也是必须要先刺激国内的消费？吴越老师怎么看？我想它大概有几个嘛。那第15个5年规划当然很清楚的，它首先一定要强调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这个部分才能够突破跟突围。是。那第二个部分它也很清楚嘛。那你经济上要维持一定的这样一个稳定的 GDP， 就靠3个，一个靠进出口。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年2025年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比去年来得好。那去年贸易顺差高达1兆美金，今年按照目前为止1到9月份已经是8700亿美金，所以今年肯定会比去年来得高。但是明年大概就很难以为继嘛。那第二个部分就靠投资嘛。所以说，投资的部分来讲话，主要是靠民营部门投资、民间企业的投资嘛。那今年5月20号，它出了第一部的民营企业促进法，希望能够加大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我想是应该是消费的问题啦。因为消费的问题变成说，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是一个重中之重。
一般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大概是美国人的10倍啊，大概平均大概是40到45块，美国大概只存4到5块4块左右嘛哈。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远远高过他的所谓的投资跟消费嘛。那你去看美国，它的消费和居民消费大概占到 GDP 占比都是68.8%，中国大概只有40%嘛。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两个都是要处理的。如果不能够内部扩大消费来讲的话，经济上那当然它动能就会失去嘛。那第二个波你所讲的防内卷，因为内卷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政治局会议已经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那当然在15规划当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嘛。先来看的就是安氏之乱啊，原本大家以为这场风波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没有，还有后戏可看。现况并非如此啊，这个中国大陆出手了，希望德国方面出面敦促荷兰撤销对安氏的接管行动。而且更呼吁整个欧洲在半导体供应链危机当中呢，要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做法。这也是中方呢首次公开要求第三国介入安氏半导体的事件，也显示出了是北京对欧洲处理中资企业的问题的不满已经进一步升温。现在这个问题呢，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整个面了。怎么看？荷兰经济大臣在画面上这位叫做卡雷曼斯啊，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他谈到安氏的问题。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即便是从事后来看，仍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想不到呢，大陆方面商务部长王文涛立刻反击，他说呢，安氏半导体问题的根源是荷兰政府不当干预企业内部的事务。那么荷兰代表团呢，在下礼拜将要访问中国大陆。根据路透的报道说，北京正在透过德国跟欧洲给荷兰压力，让荷兰政府放弃一个法案，叫做《供应品管法》所赋予的特权。这个《供应品管法》是1952年设立的法案啊，允许行政部门在面临到必须说国家安全啦、有风险的时候呢，可以去干预这个董事会的决策，甚至是接管这个公司。而这次也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法案。先请教倩姐2个问题啊，因为这次感觉上荷兰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跳进去，但现在陷入泥淖当中呢，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中方会不会透过这一次两方的商务部长的这个谈判针对安氏的个案呢，进一步的去影响整个欧洲对于中资入股的企业未来的态度跟做法，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跟荷兰谈，如果只谈安氏，似乎感觉上就是一个点，有没有可能扩到其他的项目？比如说大家最关切的荷兰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您觉得？首先我们谈一下你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中资入股在欧洲到底未来安全不安全？那如果我们看中资入股，也就是说对公司的控制权来说，第一个是股份的控制权，第二个是董事会的控制权，第三个就是经营团队的控制权。那这一次在9月30号呢，荷兰政府他直接去接管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股份。它没有股份的控制权，它其实也没有董事会里面的相关歧视，所以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国家介入私人企业的行为，所以它甚至要求它在经营的这个部分要去撤换张学正 John Chen。所以我们把这3个理路呢理出来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王文涛说这个是政府的不当介入、企业行为、不当干预因为他既没有股份，又没有董事会的席位，然后最后呢，他竟然直接要影响他的经营团队然后以及他的那个经营的发生。那么我们再大一点的来看。这个是在欧洲许多的诟病案中间，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些中资想要诟病的，被欧洲的国家视为对于它的经济安全或国家安全有所妨害，或者是有所挑战，因此呢就不允许，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虽然允许呢，是要求它的股份要降低，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股份、董事席位跟经营团队这3点，它是政府在准否的过程中间呢，它事实上有些时候是有一个角色的。是好，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安氏之乱更明确的是说，它不是荷兰跟中国的问题，它是由美国经过了欧洲跟中国的问题，因为它在9月29号是美国先把文泰定为实体清单里面的一部分。经过穿透了以后呢，文泰的子公司安氏就被荷兰接着去做了接管它的接管的动作固然是粗暴，但是它的源头呢是来自于文泰进入了清单，穿透到安氏。那么过去
被列入清单的，就是前面有文泰要去诟病的，在英国呢，也是因为美国的态度，而英国要求他已经购买的要再分拆出去。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文泰的态度很简单，他要缩小他的战场，所以说英国那个事情就是分拆就分拆了，对，就集中做安氏，因为安氏毕竟它已经转得很成功，在荷兰的部分是研发总部。大部分的制造，甚至最终的封装，就是比较高附加价值的部分是在中国大陆，好，所以它有8、9成是在中国大陆，至少有8成，而且呢，它很多是回销到欧洲的关键企业，所以它的买方会急着要使用它最终的产品。而最终的产品呢，因为是在中国大陆在东莞啊，在广东啊做最后的封装，因此呢，它需要得到中方政府的出口许可。没错，所以卡住了。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话，如果它的买方不是在欧洲，急需要用这些的话，就没有什么着力点。同时，如果买方不是那么有实力的产业，比如说车企，大众啊、BMW 啊，还有那个斯特兰斯。这些车企都是非常关键的核心产业，是涉及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就业机会，连日方车企也是。所以呢，就是说谈判的筹码，企业跟政府施加的压力就大。而施加的压力里面，中方的角色又变成特别重要。除了中方的企业以外，中方的政府的出口许可也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回来，第一个就是中资在欧洲的各项购买呢，未来如果两边的关系不谈好，那么很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横加的无理的干涉。第二个是说，即便是你买了，甚至你在你的企业都已经做了供应链的调整以后呢，也可能受到横加无理的干涉。因此，它绝对是姿势体大。如果荷兰要来谈的话，不会3言2语轻易的就谈完。下周两方的商务部长就要谈了哈。对，怎么可能只谈安氏这么一个个案呢？他就算是不谈安氏个案，他也要把安氏做成通案嘛。就说这里面所确定的原则，就是政府干预到什么程度。因为譬如说，你随便安一个说我经济安全跟国家安全的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要像他的这个部长那么嘴硬的说，哎，我们是确切有安全问题。他后来是退了一步，说是我们对 CEO 有意见，没想到 CEO 中方也是坚决说我不接受你的法院裁定啊。那可是如果说你真正有这些安全问题的话，那你就量化 KPI， 明白的说出来，双方看看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面建立各种的机制来解决你的安全余力。但是若是这样子一旦建立了，那其他的行业是不是就有一个潜力可循？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挺重要，因为不要忘记了，荷兰以前是我们台积电的将近四分之一强的股东，在2027年才逐渐出脱，所以荷兰的半导体跟我们的关系呢，不是从 ASML 开始，是从飞利浦来成为台积电的股东，然后甚至呢也因此在这边在台湾跟荷兰中间打通了一个非常绵长的半导体的合作关系，所以它就是一个供应链的关系。那这供应链的关系里面，你要用什么游戏规则？今天是 ASML 吗？还是今天是安氏吗？其实它就是这一个供应链里面，到底要用什么游戏规则来决定我们未来可以彼此交易的秩序？这个游戏规则未来可能会成为商学院啊，这个全球企业，尤其是中资持股比例比较高的，甚至是有主导权的这个中资的欧洲企业。可能必须要去把它做一个好好的个案研究。好，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彭博也报道说，欧洲车厂已经开始向上游的供应商啊寻求中国替代的方案。这个中国零件替代方案呢，因为呢有多家的车厂啊都在要求主要的零组件供应商寻找能够永久替代中国大陆来源晶片的方案。那也显示出呢，产业对于供应链的稳定性啊是很担心的，但是呢也不愿意白白的挨打。因为万一以后再发生，那怎么办哈？研究机构欧米迪亚呢就估计说，这个安氏半导体呢在简易功能车用晶片的领域，它的市占率超过了20%，竞争对手包括了美国的安森美半导体，还有威视科技，另外就是 Diodes， 还有呢日本罗姆株式会社等等哈。那现在呢，安森美已经表示说，他们跟客户正在讨论要怎么长期的来支援客户的需求。简单来说啦，就是欧洲车厂这次也上了一课啊，找替代方案，但是找得到吗？而且找到了，这个替代方案到底可不可行啊？现在同业竞争者有办法立刻补上这个缺口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奎博老师怎么看？还有会怎么进一步改变欧中的贸易结构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替代的厂商能不能够补上缺口？如果我们讲说这是不急啊，长期来讲当然有可能，有订单，而且这个技术不是像我们台积电什么1.4、1.6奈米那种，真的是要拔尖的，对，他们就是把原料调过来了，然后呢，该加班的人都安排好了，多付点加班费啊，然后再来就产线空出来。大概剩下就是一些物流的东西了，所以长期来讲，大概我所谓长期啦，因为我只能说大概8个月、1年左右，慢慢，它的产能或许可以替代安氏那20%。可是你现在我们看到新闻啦，欧洲有些车厂已经在哇哇叫说，我库存快用完了，啊，那我们就想到当时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如果各位买车的话，有时候你买车，譬如说你可能有一个这个脚踢的尾门，打开尾门就没有了，因为晶片被拔掉了，不够。所以这个问题说，短期的库存没有，它到底是重要，包括这个车功率的这种大的元件没有，还是那种小小的周边的晶片元件没有，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短期内你要欧洲车厂，如果安氏这个事情一直卡在这里啊，短期内你要欧洲车厂马上可以恢复正常的状况，我觉得那个是太难了。对，特别是我们这边提到的，其实牵扯了好几种零部件啊，包括像晶片，包括像离散元件或者是被动元件。那像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制造上来讲是一个很全球化的一个生产供应链。那你要叫这些厂商要把这些生产供应链赶快的补齐，因为它原来的生产供应链可能不是有那么大的量能可以去补安氏的那些缺口。好，那另外来讲，人才或许不是一个太大的重点，因为我说过这技术这个尖端性还好，问题在于认证了。如果今天安氏有，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细节，如果安氏它出产的这些离散元件好了，它是经过欧洲车厂认证的，那你说这些？你不是说做的一模一样，看起来一模一样就可以上车呀？还要经过认证。对，认证，然后实验等等，那可能要花好几个月。尤其又跟安全有关的话，更是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短期内你叫这些厂商，就算他能做，但是要补上这个能量，我觉得还蛮难的。OK， 好，那欧洲的这个关系我很快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啊，中国大陆对欧盟的出超大概3000亿欧元。中国大陆卖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大部分就是一些制造业的产品。我举例来讲，譬如说一些电机、运输器材，还有像半导体、晶片、手机、电脑、监视器，还有像车零部件，太多都是这些东西。而且欧盟大概从中国大陆进口90%多都是已经是做好的成品。还有锂电池，更不用讲。那这些其实。这些我们讲了安氏这些晶片啊，其实大概占里面的贸易，其实不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比例。对，它占了一小部分，但是它不是举足轻重。所以就算安氏这边出问题，但是欧洲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的结构，我觉得如果要调整，不是因为安氏晶片，而是因为中国大陆还有欧洲他们自己在新能源，他们在半导体，还有汽车零部件，大家互相这个。我防你，你防我，然后自己想发展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贸易结构调整应该是那个部分，而不是因为安氏。就这个漏洞到现在为止看起来是缓不济急啊，可是呢，总得想办法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啊。那当然，这个欧洲呢夹在中间，其实中美两强竞争下，那确实是里外不是人。英飞凌的执行长呢，他就指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他说呢，美中两国的供应链体系正在逐步脱钩，而欧洲就夹在中间，面临被两强挤压的局面。另外呢，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也呼吁，认为欧洲应该要重新检视2035年停售燃油车的计划，允许混合动力或者是增程式的电动车继续销售。以免呢这个过度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因为你知道纯电动车的话，可能它用到的车用晶片跟电控晶片更多，所以到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呢，这样的话也能够保存一些这个产业劳工的就业机会好，所以安氏的个案确实让欧洲工业上了一课面对这个供应链，未来如果真的是要脱钩了，聂老师觉得欧盟会怎么样去调整他们的供应链战略？
我觉得现在不只是人对人、企业对企业、国家对国家，一定要有底气、有筹码，你才能够说你想做某一件比较严格的事情或严峻的事情。你9月30号你就自然的像刚刚那先讲，就政府就不当介入，用国安的为由就把安士拿掉。请问一下，问泰他当时花了200多亿去买下，持了将近80%的股权，你赖这个情何以堪？我觉得这种做法，当然对国家的利益好像一个权柄在手，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人家有底气，人家有筹码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惨。所以人家就帮你断供。所以欧盟现在真的很惨。我很早就讲以前欧洲的国家，我们都可以把它当老虎哈，一只老鹰、一只龙都很厉害。这老虎现在都是欧洲猫，它现在很多东西都靠别人。我讲它就是被夹击了，它是上下断供，左右夹击啊。这中美把它夹，还有上下断供。我跟你讲，他当这件事情一做的时候，中国有底气的时候，他东莞所有的工厂就把你上面就断供，你怎么活？所以欧盟，你问我转型的问题，我这样讲好了，他现在面临到了关键转型期。早期他想转型，那时候他们开会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达到2050年的碳中和。2035年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燃油车全部禁售，那是他们的目标，非常好，非常理想。德国开始什么？德国不就是环保尖兵吗？不过重点来了。当时呢，他就发现这个做法也不一定达到，因为他碰到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绿色的这个转型压力，他的确想朝这个方向。第二个呢，但是发现全球是有竞争的，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做到？尤其中国电动车价钱，当然它可能是 price penetration 啊，价格切入法，的确有点当品的概念，让欧盟有点好像承受不起。那第3个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供应链的问题啊，因为你不是整个全套供应链的生产，你看。我们的对岸中国多聪明，在2013年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弄了一个叫红色供应链，他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别人。他以前的银河号不是被断的时候，他才搞北斗卫星嘛。很多我们台湾的东西，后来为什么他们都有，就搞了红色供应链。他一旦有红色供应链，上中下游全部拿稳了以后，他要什么你缺什么，他大概可以补齐。当然我们说先进制程的3纳米以下，他可能还做不到，但其他的供应链或成熟制程，它不是全世界已经是最 well established， 已经到处都很稳健。我要讲，他现在碰到的是另外一个叫做不止转型，而是关键转型期。他现在碰到的以前是为了环保 ESG， 现在为了生存。对，生存碰到问题，第一个就是吃电动车的成本非常高，你要我自己做，你怎么做？第二个呢，它基础设施其实普遍是不够的哈。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欧盟是过去还有过去的欧盟，你现在没有那么强了。第3是中国讲不好听，电动车的竞争真的是让他们很难去跟它能够有所比拟。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就是我们过去讲说比较利益或绝对利益，这样做才会有好的贸易未来。第5个讲不好就是。其实他们的自己的企业就第4个就是供应链的断供问题，这个他们现在面临到是最大的问题，生存问题。第5个就是他们企业其实也希望有所调整。当他们很多企业对2035年这个马上达到他们的这个燃油车去退化的这种目标，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声音的。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得到，现在这件事情连德国的一些重要汽车公司，像福斯不管你刚刚讲的这个英飞凌这些人怎么讲，他说他们今天如果被断晶片，这些汽车的晶片可能只能库存3周。不是3个月是3周，很短，对，很短哦。他们现在很多就面临停工了嘛，没得做。还有呢，缺晶片，你以后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要调整我觉得有时候是以和为贵，或者就是条件交换我们讲国际贸易里面就绝对利益，你觉得你完全是觉得你在做，否则的话你一定要比较利益。就像过去的时候就资本密集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的国家生产这种密集的产业嘛，这个劳动密集生产劳动密集的商品，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做一些所谓的商业或贸易的整个调整，也就是在国际间做到还是不能太反全球化，还是要部分的这个贸易的整合。我们看到了习川。中美2强的元首会之后呢，达成了阶段性休兵的共识，但是中美竞争的格局还是不变先前中美双方呢，我们看到打稀土啦、打管制啦，那这样的这些方式呢，打得火热那段期间，但没有想到真正的所谓卡脖子竟然是发生在安氏半导体这个事情上面。没有想到呢，因为安氏之乱，造成了全球的汽车供应链出现大乱。而安氏半导体呢恢复出口的最新发展，是大陆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本着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负责任态度，已经及时批准了中国出口商的相关出口许可申请，也就是呢恢复出口安氏所生产的车用还有电控晶片。
那么在中方发表声明之后，德国有一家汽车零组件的厂商也透露，他们已经获得许可可以重新取得从中国大陆出口的安氏半导体晶片。好，那么德国总理梅尔茨呢，对于这次的安氏晶片恢复出口，也表示感觉上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晶片恢复供应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而荷兰这边呢，经济部长卡雷曼斯也表示说，荷方对中方宣布恢复这个安氏的晶片供应表示欢迎，另外也将会继续和中国大陆当局保持密切联系，针对此事呢，也会和欧盟执委会以及国际伙伴来密切协调。看得出来，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尤其是荷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现在包括中方、包括荷方各退一步。那安氏的晶片的客户当然也是松了一大口气因为暂时卸下了忧虑。但坦白说，这次打出的安氏管制牌确实有达到卡脖子的效果，让中方这个牢牢的抓住了主控权。所以左老师先带我们看因为我们讲说这次的安氏之乱就是卡这个车用晶片、电控晶片，没有想到竟然出了奇效。可是跟之前美方所寄出的管制，像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它的不同之处，您怎么看？刚才听这个何荣兄讲到这一题就让我以为是这个安史之乱这个渔阳鼙鼓动地来。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启发，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能的确可以造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这个杠杆，但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其实主要生产的是所谓基础晶片嘛，那这些基础晶片，当然你可能对于这些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可能会觉得说这已经是一个成熟制片，所以他不会把重心放在这里。大家在这些大的公司比较的是他们在尖端晶片上的制造能力，可是很多的产品使用晶片是需要使用这些基础晶片，对，而这个恰恰好就是中国大陆过去这10年努力发展。刚好在2015年的时候，大陆成立了所谓的国家大基金，开始大量的投入所谓半导体的生产。那当然很多这些也有不少是失败的这个案例可是毕竟在大量的资金长期的投入之下，它的确创造了非常可观的产能，而它的价格搭配上它的这个生产的速度效率，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那当然就会使得其他国家减少了这方面的投入。所以你不要只看到有些公司、有些大厂它生产最尖端的产品，那是因为有其他的公司生产基础性的成熟的产品，而使得这些先进的大厂它不用继续生产。所以像是艾斯摩尔的话，他们的光刻机用来生产高端的晶片可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制程的研发跟突破上面，可能用到这个高端晶片，但高端的设备是比较有时效。可是变成是刚刚老师提到。基本的一般的车用晶片也好，电控晶片也好，对，如果一旦没有了就完了。对，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它通过这个出口管制，像这一次德国为什么能够可以？事实上，它是因为中国大陆商务部给它一个这个豁免。所以，因为它一旦通过管制之后，它就变成可以个案许可，那就变成可以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那当然各国就不希望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太僵。现在第一个是德国，第二个听说这个Honda 本田在墨西哥的厂大概也可能拿到。对，好，那这些当然都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错，像这个艾斯摩尔他们是第一个，它的制裁是集中在所谓尖端的这个产品的制造它通过设备来卡它的制造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固然可以在这个生产设备上还掌握这个优势，可是你这个庞大的这些需要使用晶片的各种产业，它不是那些尖端的产品它也不是通过你这些设备，它不是依赖你这些设备的，它依赖的是直接最终产品那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这些过去这10年累积下来的产能发挥了杠杆的效果。对，因为成熟晶片就安氏所做的这些车用也好电控也好，其实一旦断供的话，真的会造成全球汽车的供应链大乱因为这个很多立刻就减少自己的生产量，然后下修自己的这个出口的次数出口的这个产量。好，那进一步来看安氏半导体其实它原本是飞利浦所拆分出来的恩智浦半导体旗下的部门，在2017年呢才开始正式独立运作。
然后呢，在2019年啊，被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以36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1115亿给收购。它主要是生产大量应用在消费性电子还有汽车电子系统的低价大宗的晶片，比如说像是电晶体啦、二极晶体啦，好刚刚特别提到用在车用还有电控哈，像是什么车子用的刹车，还有呢这个引擎控制等等哈。另外呢，像工业用的、农业用的机械设备啊，也都使用这些低阶的晶片，但是因为它的产品数量非常的大，那因为价格又很低，所以呢，德国业界曾经称呼它说这种晶片叫做鸡饲料晶片，但没有想到这次呢，鸡饲料晶片把欧洲脖子给卡得死死的哈。可是姜老师啊，大家都没想到这么出街的一个晶片，或者我们讲说成熟制程所生产出来的，可是一般民生或是特别是车子，它是需要用到的晶片，竟然能够被卡成这个样子哈。那这次对于汽车制造业来讲哈，大家也在评估说怎么会影响这么大？难道都没有先前想过任何的替代方案吗 ？OK， 其实归根究底，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大家说它是个鸡饲料的晶片。那其实这个安氏半导体做的东西，其实在卖出去的时候，大概是从几毛到几十块美元而已，非常之低，但是量大，利润低啊。那他们做的东西基本上是所谓的被动元件跟功率元件居多。然后被动元件基本上大家听这个好像有点难理解哦，那它到底具体用在哪里？各位想象哈，它其实是用半导体的模式的一个类似保险丝的状态，的一个东西一个元件哦。那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通电的东西就会需要这样子的被动元件。那最近国巨不是也把那个日本的那个智谱电子给收购嘛？它也是做类似的东西。但目前来说哈，全欧洲或是全世界在做被动元件或做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半导体，最第一名其实是英飞凌，那第二名是安士，再来是意法，再来是日本的瑞萨，再来是德仪啊。那基本上就是这几间公司在做。然后由于安士半导体它其实在化合物半导体它的市占率有14%。但这化合物半导体14% 里面，在车用又占了28% 左右哦，所以它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占比啊。而且从目前开始慢慢从传统的油车开始转换成电动车，那其实在这方面会需要用到半导体，跟用到智慧化设备的占比也越来越高。那其实，在这一次事件之前，虽然说是美中贸易战导致现在看出安氏半导体出现这样子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回推到2019年，其实也遇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政治因素，是因为疫情。那过去在车厂，它会采2+1的方式，就是2个供应商，1个备用商。那以前其实蛮惨的，就是 Toyota 他们很推叫做金石制造，就是不留库存，我需要的时候大概是4周左右。我就是可以再下单。对，那遇到疫情之后就断供，断供完之后，他们现在从4周上修到16周。那其实目前来说至少每间车厂大概有超过4周以上的库存是可以去做一个 buffer 的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因为随时可能中美关系导致某一间公司出现供应链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会变成反全球化？所以姜老师，我想照您这样分析的话，是不是未来在特别是欧洲这边的汽车供应链的这个厂商、相关厂商，他们会去调整，包括刚刚提到的在库存方面，他们可能产业战略必须要转变呢？那目前来说的话啦，就是第一个，它真的利率太低了。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安氏半导体80%是来自中国，可是它的前面晶片是从德国跟英国提供的。对。那就是真的有点算是也是少到这样子美中贸易战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这次我也看了一些分析啊，就是德国跟英国主要制造，但是送到了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东莞这边来进行封装，就封装卡住了呢，其他就后面全部都断掉了哈。所以这次为什么安氏之乱啊，造成这个汽车厂商的非常的担心，而且特别提到说，一台汽车呢，大概至少40种晶片。可是比如说像刚刚姜老师提到的电动车也好，未来的智能车也好，哈，需求可能更会多达150种以上的晶片，是不容小觑。像宾士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负责人啊，这位叫做博泽，他就指出，
他说这次问题啊，跟以往所发生的晶片危机不同，并不是说产能不足哦，而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供应中断。企业虽然能够尝试分散供应商，但是没有办法100%的保证去风险化。他就说了这句话，重点。只缺2颗小晶片，我们也无法组装整辆车。换句话说，你会因为一个小螺丝坏了整部车哈，这会产生一个大问题的。所以现在安氏的商业模式也被大家作为这个全球企业的教案研究。尚志哥怎么看？以欧洲研发、中国制造，刚刚特别提到封装在东莞啊作为主轴，每年生产大约1000亿的这个晶片。然后现在呢，这个因为入股呢，所以变成是说文泰科技变成母公司啊。那这样的生产模式，我们都知道，中美竞争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它就一直会竞争下去。所以接下来像这样的模式还可能存在吗？安氏之所以现在被注重，主要是在于看似是一个原先是中国大陆诟病的公司，是都应该运作很好嘛，设计就在欧洲设计，特别这今年做出来的时候，封装还有封装很多的细节就在中国做，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哦，没有道理要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安氏的这一次的诟病，他从2016年、17年谈，2020年最后并购成功。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中国大陆没有错，在2010年之后，无论国企跟民企，都让大家到处出海去诟病，就像吉利汽车收购 Volvo 等等，都在这段期间。可是呢，后来因为2016年，就是安氏他们开谈的时候，因为开始已经美国川普第一任开始在打中国了，所以呢，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开始到2021、22时候呢，把所有原先大量包括国企到美国上市的，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巴巴，陆陆续续要求回来。你不要你的资金跟你的最后的控制的命脉都在别人的股市上。也就是说，在2019、20年那个时候，经历了中国把全世界中国的产业拉回来，不要诟病了，不要像先前积极诟病，而安氏是在这个 timing。2020年诟病成功，所以可是他当时诟病的模式就是好分工嘛。欧洲晶圆设计没有能力做封测，因为需要很多的人力，那配合在整个中国做封测，所以实际上他虽然是诟病，可是实际上还有2个公司。这边是按照了中国安氏，可是就是原先文泰的这个基础。为什么现在可以分开，大家各自卖各自的原因在此。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很值得重视，就是这次因为政治力介入了，明明这个是难得残存。中国还允许你往外诟病的，因为中国都知道这几年已经变成拉回来做内部的经济，内部的经济变成自己的实力，因为进口市场也可以叫欧盟理正下规，对吧？对，出口的力量的话，也可以要不要采购你？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无论进口出口，已经变成它国际竞争国家的武器了哦。所以这次你既然荷兰可以搞这个事儿，你政治力就可以这么样野蛮的介入，这可不是安氏这家公司的问题。对于中国整体的这种进出口。全面的，不要说是支援自己的中资企业了，而且要知道这个很特别哦。这一次的部分是供应链，对，因为不是全部，就是供应链本身被分拆了，就像你像海胆哈，你切个角，对不起，海星，你这个角自顾还可以长出来，就是它自己中国安氏不会断掉，所以这样子大家能撑下去吗？真的是撑到最后都变成2个公司吗？所以目前其实为什么看不出来绝对的解决之道，就作为不只是政治力的对抗，还包括中国在国家战略上，这个是一个全新 case。没错，未来怎么处理会奠定一个新规格。而且最后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长久以来资本诟病这件事情，全世界通则，被美国诟病，被德国诟病了，就是他的公司了嘛。那现在为什么诟病已经做那么多年，可按照道理应该一统江湖，竟然可以全部都不算数，所以这样子的影响是在全球企业、跨国企业的诟病、经营跟政治介入，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害怕的。安习会之后呢，中美现在达成了共识啊，是休战1年，暂缓1年所带来对于双方的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最近大家看到是安氏半导体的风暴。怎么说呢？因为呢这场原本是荷兰挑起啊，声称是因为国安理由那所发动的这个企业接管行动，现在却让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因为先前呢，荷兰政府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接管安氏是基于司法调查，强调跟政治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白宫呢自己跳出来承认说，根据川习会在会谈期间所达成的框架共识，那么安氏半导体呢将恢复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货。
这证明这就是安氏之乱呢，根本就是在美方的压力之下，哈，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交易。现在荷兰里外不是人，哈，当然大家现在在看的就是安氏会不会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哈，在处理未来万一又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朱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他的公布的这个协议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原来安氏科技它就是说，在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政府介入之下，停止向中国大陆出货，然后后来中国应该这样讲是，他在这个荷兰政府介入之后，他更换了他的执行长。因为他原来的执行长就是文泰科技的这个创办人嘛，对。那么后来他一旦更换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就停止向荷兰供货，那么作为反制的反制，那么安氏半导体呢也停止向中国大陆供货，所以两边都停住了，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川普的在这个川习会后的宣布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恢复向荷兰供货。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提供的是所谓的基础半导体基础晶片是提供给非常多所谓消费性电子产品啦，或者是汽车使用的这个晶片。对，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汽车厂，都成熟制成的，包括像这个本田汽车，就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厂就准备要停了。那你上日产，他是说他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准备要停了。那所以川普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宣布。可是为什么说让荷兰政府很尴尬呢？因为荷兰政府原来是说是基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去做了这个介入，那么现在一揭露，原来这个是背后是美国的这个操盘，因为它其实原来荷兰介入是要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因为文泰科技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它也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荷兰政府介入之后，它就不是文泰科技的。荷兰政府还是个主权国家吗？对对，所以它的问题是源头是出在它不希望被美国政府制裁，当然也有美国政府背后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希望它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成为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跳出这个制裁的一个巧门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安氏之乱哈，它不只是现在让荷兰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是变成了像外交上的一些风暴之外，其实它直接就像是刚刚左老师所提到的，它重创了欧洲的整个汽车产业链因为呢，安氏的产品它是以成熟制成的晶片为主。那外界很多人都会以为呢，成熟晶片呢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看起来是比起高阶晶片来说，它算是中低阶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却是车用跟工业晶片的命脉。进一步细看安氏的产能有将近80%都在中国大陆的安氏半导体。结果安氏被中方暂停了广东工厂的出口呢，就等于失去大部分的后端产能，也导致整个欧洲汽车供应链陷入了断链的危机。但现在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赶快解决，不然刚才也提到了，像尼桑啦，像一些这欧洲的一些大的车厂哇，没有这些晶片怎么生产汽车？好，美国跟全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忽略了成熟制成晶片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力？黄老师，您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成熟制成这个晶片，可能对字面上有点误解，说这个好旧这个好像没啥人要用。但其实，在车用晶片或一些特规的晶片上面，成熟制程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它稳定，它可靠，然后它的封测标准都是验证过的。再者，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链里面，成熟制程可以说是整个晶片的最后一里路。那最后一里路走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那都是假的，你做不出最终的产品把它出去，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不止整个汽车产业链，其实包含其他的控制器等等工业用的晶片，家电也是家电有些也是使用这种成熟制程，因为它成本低嘛，你不可能今天我家电我装个Blackwell 把它塞进去，对，然后说 AI 用不到那种算力，也没有那个电力，也没有那个电力，对，所以其实这个成熟制程晶片，大家放着放着，其实早年很多成熟制程慢慢移转到中国去下线开片之后，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各国都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也是渐渐的这个依赖性一旦形成了，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占了全球，刚刚特别提到将近90%啊。当你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全球都慌了，就整个乱了套了。是，就包含其实各种原物料，像早期的日本出产的氢氟酸等等，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今天只要一个关键性的产品被某个国家在供应链上面掐死那个节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黄老师，那你接下来怎么看哈？就是中国现在我们刚刚讲卡住了80%的后端产能啊，那现在慌的是荷兰，因为他们想办法要解套。现在除了传出说呢，有被要求要恢复前执行长就是张学正的职务之外哈，当然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其实在 EUV 这个部分呢，它的出口是被管制的，甚至是被限制住，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能的谈判交换筹码之一呢？我觉得在短期上其实荷兰的解套这件事情，它本身比较复杂，它会升级到整个国际关系上，然后还有整个政治协调的筹码上。但在短期上，可能要做适度的让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与其说是荷兰政府解套，应该说现在的在于说欧洲汽车同业工会他们如何去表态整件事情。所以未来很明显说，至少中长期从1年半个月后到1年这段时间，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捞各地剩余的产能，至少先补足他们目前欧洲残存的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多极化的供应链表现，会可以减少在政治协商上面的一些损失。那至于能不能解套，这得看，还是得看我们川普如何去发话，以及如何去走下一步。OK， 这个问题同样的想请教一下林老师，您又怎么看？因为接下来对于荷兰来讲，他要想办法先是解套，不然的话影响到是整个汽车的供应链。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我们讲的安世之乱啦，对于欧洲国家或者对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上了一课。就是我之前其实全力去支持你美国政策，可你现在美中关系感觉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改善了、缓和了。那我变成是不是里外不是人？那是不是我之前前面所说的会变成我日后跟中国进行贸易上面的包袱？这一块其实是现在各国大家会去思考的。那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荷兰它当然其实我们常说荷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什么的，跟中国这边的一个互动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既然上升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那现在解套也会是回归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对，会变成的是就商业归商业。那你刚刚其实黄老师有说是不是会去搜刮一些他其他的产能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的就是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当然，今天这边也会去取决于说，今天的一个美中的进程，或者是中国之后对习近平来讲，他要不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去跟欧洲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互动，因为这些互动是有可能会去让双方都去解套，对，甚至是对于荷兰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去摆脱目前的一个困境。就是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刚刚特别点到了荷兰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中美角力当中的尴尬之处哈，原本就是可以说是棋子吗？或者说当成一把刀借刀杀人，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缓和了之后呢，就被放在一边，或者说现在问题摆在那边，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然后白宫方面呢表态说，要恢复安氏晶片出货，而且呢暂停实施刚刚特别提到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也就是说，当初逼迫荷兰出手对付安氏的这个杀手锏，现在破功了。那破功之后呢，想办法要收拾残局嘛。那美方这一步棋呢，看起来好像是对中方大举让步，但是就是把荷兰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哈。因为荷兰现在得罪中方，可是又不能得罪美方，这就是荷兰现在的尴尬。那更尴尬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安氏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他们已经正式的要求荷兰政府恢复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作为重新开放中国工厂出口的前提条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张学正的职务应该很快就会被恢复，对，是不是？我会觉得是会那个尽快会恢复。所以变成夹心饼干的荷兰刚刚你已经点到了他们的尴尬哈。那接下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总不能说，这个之前都是一场误会吧？
这边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千错万或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倒不是我今天把荷兰赶尽杀绝，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是现在适度的停手，会让未来更多的欧洲的国家或厂商，他不会再 all in 去挺美国，反而是我是不是要双面下注？在我支持美国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跟中国这边也要留一个后路？我会觉得，就一个长远性来看的话，那个或许川普他只是为了他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之后，可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要会想的是更长远的中国整体的产业。我会觉得在这一块，或许中国这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步的空间，不要那么一个穷追猛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方把这个状况给搞出来了。那荷兰现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总不能让荷兰自己去面对这个残局嘛？你觉得美方会出手吗？我觉得美方的一个出手，或者是今天美方就是说暂缓1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1年再说？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荷兰你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还是要再去看川普在这一面的一个整体跟中国这边整体的一个互动。所以其实这里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对各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警惕。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您觉得接下来的后市？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已经任命了新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新的执行长用什么理由让他下来呢？这是更尴尬了。当然，所以他变成荷兰必然要完成他的所谓的司法调查。对，那司法调查要有个结论说，这个之前这个替换的决定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发现这个原来所担心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就结束他的调查，那么再做职务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因为任命了这个新的执行长，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现在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古人有说“三思而后行”啊。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